从去年开始，很多人都询问我，为什么我所有的影片都出现很多流浪动物，以及为什么我都一直在救援这些流浪动物，困扰了我非常的久哦。那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以及这个故事的来由哦。这只狗呢是腊肠狗，是我在大学时间领养的一只狗哦。那当时呢，它也是在陪朋友去看宠物的时候，在宠物店。但是因为他的年纪已经过大5个月的时候，我才领养他的。那当时也是因为他可能会被安乐死，而我把他带回家。然后因为这只狗呢养了大概6年多，当时对狗的知识非常的缺乏，所以呢从来也没有带它去看过什么医生，也没有打过什么疫苗。结果到6岁多的时候，有一天它就离开我们了。失去它之后呢，对我来讲压力非常的大，然后对狗也无法正式的面对它们。之后呢，很长一段时间呢，我都一直处于在很低落的心情，然后呢，也非常的自责。当时我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主人，那因为可能当时年纪很轻，对狗的知识也很缺乏。虽然呢没有在领养狗，可是小包出生之后呢，我们还是会一直常常看一些宠物的影片，以及跟他讨论一些动物的知识哦。那小包长大以后，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也常带他去宠物的咖啡厅。然后呢，我也因为没有养宠物，所以在那个地方呢，也得到非常多的舒缓，然后以及很多动物的爱哦。那之后呢，在打到小豹差不多8岁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带小豹去所谓的义工哦。那这也是他第一次看到流浪狗，然后这么多只的狗哦，其实对小豹来讲冲击非常的大。他从来不晓得有这么多只的流浪狗，可是却没有人要。那这个事实对他来讲冲击非常的大。在义工当中，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 Cooper 哦，它是一只非常内敛的狗，非常的内向，然后也是一个非常 gentleman 的一只狗哦。那对小豹来讲，他的梦想一直都是一直希望可以养只大狗，然后对大狗也有很大的憧憬哦。那我们第一次见到 Cooper 的时候，我们就对他情有独钟。那中间我们也回去见了他非常多次，然后也跟流浪中心讨论了非常的久，哪样的狗哪样的个性比较适合我们。那因为小豹年纪比较小，我们也是比较希望从成犬开始做领养哦，因为成犬比较不会有所谓的幼儿期，那狗也的个性也是已经比较完整的个性。那 Cooper 呢，当时我们去了几次之后，家里讨论以后就决定想要领养它。那领养之前呢，也带了我爸来流浪中心见过 Cooper， 然后跟他一起散步，培养一些基本的感情。我爸也觉得说 Cooper 是一只非常非常乖的狗，对有孩子的家庭来说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所以我们当时就下定决心，准备要把它带回家了。然后对小豹来讲，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只狗，所以他也非常非常的期待。在对于所有对狗领养的所有的准备，他也都是非常热忱哦。其实，在把 Cooper 带回来之前，我心中也非常的挣扎哦。那因为狗狗从流浪中心带回来，尤其流浪这么久的狗狗哦，其实对于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健康来讲，可能都会有很大的问题哦。可是当时我们想要救援这只狗，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妹妹是一个早产儿，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这么健康、这么完美的出生，可是他们都能够拥有第二次的机会哦。所以呢，我们当时也是希望能够领养一只狗，即使它有一些病，可是我们是愿意负担它所有的医疗费用哦。那把 Cooper 领养带回去家里之后呢，第一天我们就带去做所有的检查哦。那检查完之后，医生就脸色很难看的告诉我说，它是心丝虫哦。那心丝虫呢，因为它有很多的阶段，Cooper 呢，他们判断是在第3阶段，因为有些许的征兆，包括咳嗽、呼吸不顺畅以及体重过轻这个问题哦。那医生就跟我讲说，你后面未来的路在于他治疗的路会非常的长，所以要我有心理准备，然后也需要有很大的金源资助他。所以呢，当时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其实并没有非常的难过，也没有说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们心里已经有了准备，也许它是会生病的狗狗哦。那我当时的判断也是因为
Cooper 的状况，因为它是大型犬，在韩国的心丝虫治疗上来说，是以体重为主来做一些治疗，所以它的医疗费用会非常的贵。那也许因为主人就是这个原因而把它抛弃的可是呢，这样的狗狗它真的值得第二次的机会。从领养它之后，就不断的进出医院基本上大概是每2周左右，它基本上就是一直不停的进出医院，因为它有咳嗽，它有呕吐，然后包括它有身体非常的虚弱等等然后也不停的进出医院那在这段时间，其实我们都是一直处于在非常紧绷的状态，因为很害怕如果就是领养没有多久就失去它这样子。那也非常感谢他非常的配合，然后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也非常的顺利，然后他的心丝虫就这样子很顺利的结束了。那结束之后回到家，他也是可以看到他胸口的地方的毛都被剃掉，那是因为需要做一些超音波的检查，以及他的背上当时因为要打心丝虫的针总共治疗过程有6个月。那这6个月当中，其实他应该都是不太能够动的。就在他治疗当中，我们中途去我们新家做简单的检查的时候呢，就遇到了3只流浪狗那现在影片上面可以看到有3只流浪狗那除了这3只以外，旁边还有1只狗，白色的真岛犬是被绑着的那这一只狗呢就是贝拉那这个影片是我当时去救援贝拉的时候拍的影片。当时韩国的温度呢非常非常的寒冷大概只有5度到8度左右。那他一个人就是只有在一个垃圾堆当中那我真的非常于心不忍就决定把他带回家。那带回家的第一天其实他非常的害怕，然后基本上不跟人做任何的交流。然后回到家之后帮他洗完澡，他也是一直处于在非常惊恐的状态，然后待在笼子里面大概有2天都是不肯出来，不吃饭，不喝水，不上厕所。那唯一呢让他把心中的那一扇门打开的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有 Cooper 因为如果没有 Cooper 的话，可能也许他跟我的时间可能会耗得更久，才会愿意敞开心怀。那可以看到在这影片当中，他是非常非常的害怕其实根本不愿意跟我做任何的就是交流这样子。那当初把他带回来，我一心就是想着希望帮他找到一个新的领养的人那这是我主要的带回来的关系。可是因为他来我们家没多久，我就发现他跟 Cooper 呢非常非常的好，也非常非常的合那他对 Cooper 来说呢，也是一个教导 Cooper 怎么样当狗的一个主要的门。因为 Cooper 可能长时间以来应该都是被绑在外面的那种狗所以他不会玩任何的玩具，也没有任何所谓的当狗应该有的个性。那贝拉来了之后，让他开朗非常非常的多。那贝拉也教了他非常非常多的东西。然后在他们2个在一起的时间呢，我们也观察非常的久。他们2个真的就是应该是说天生的一对吗？我不能说他们绝对不是情侣的状态他们应该就是兄妹的那种感情就是2个互相没有对方的话，会等对方，会想对方。如果我只带1只狗出去，他们会非常的担心对方的那种感觉然后小豹也非常非常喜欢他们2个因为他们2个都对小孩子非常的 gentle， 然后也没有就是任何的攻击性所以呢，在贝拉来的这段时间呢，我们也考虑了非常久因为我们当时其实只是想要领养1只狗，可是因为他的来到，然后我们也询问了流浪中心，可是流浪中心告诉我说，因为他的年纪有6个月了如果今天去了流浪中心的话，他应该会被安乐死的可能性非常的大，所以呢不建议我把它放回去流浪中心然后在听完这些故事之后呢，我就决定呢领养了它，因为我没有办法再把它送回去流浪中心让它也许可能那是他人生就是最短的一个家庭的回忆然后对他来讲非常不公平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去领养它那领养它之后呢，我们也带它去做个结扎
以及做一些基本的检查。那贝拉的，因为她年纪比较轻，所以呢，她没有太大的问题，主要就是有蛔虫，所以我们驱虫了一段时间哦。贝拉到目前为止身体状况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哦。那只是因为它是真刀犬，在韩国实在太普遍了，也不是什么名种的犬，所以呢，被领养机会很低哦。那它来了我们家呢，开始一段时间呢，就开始比较适应以后呢，它也慢慢敞开心怀，然后比较愿意跟我们做很多的接触，然后开始训练它也变得比较容易一点哦。然后呢，他也让我觉得说，他第一次感觉到家的温暖哦。然后他也对我们的孩子呢，非常的保护哦。那尤其他特别喜欢妹妹哦，对妹妹简直就是情有独钟哦，每一天都是要黏在她旁边哦。然后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宠物哦，就是能够陪伴孩子长大的一个很好的，应该说方式吗？那后来呢，我们决定把它带回来以后呢，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就是都是过得还蛮快乐，然后两只狗也从来都不吵架的这种生活模式哦。那另外三只狗狗呢，当时就送去了流浪中心，因为它们年纪只有2个月左右，比较能够快找到领养的人，所以呢，我们当时就决定把它送去流浪中心。他们分别是到美国以及加拿大被领养了，然后领养者到现在为止也都一直跟我有联络，然后我也知道他们在那个国家都过得非常开心。然后接着之后呢，我就搬来新家了。那搬来新家之后呢，我就发现我搬来以后呢，竟然又出现了3只流浪狗哦。那当然我可以不理它，可是因为他们3只狗一直在我们家的旁边不停的徘徊哦，而且每次经过的时候，我们家的狗就会出现疯狂的吠叫，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可能想要来我们家看看附近有没有可以吃的东西，所以呢，我就直接每天到就是他们居住的区域呢，去给他们就给他们吃一些东西哦。那这是我当时去的那个状况哦。那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全部都改为已经建了房子哦，可是当时因为没有任何的东西，所以呢，每天我去的时候呢，路程都非常的辛苦，可以看到坑坑巴巴的很多，然后有很多泥土以及石堆。那这个地方因为还没有做任何的建设，当时还没有做任何的建设，所以呢，这个地方只要下雨或者下雪的话，他们基本上没有可以隐蔽的地方哦，就是一堆垃圾，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虫。那旁边这个房子是他当时前面的主人离开的时候就把它们丢在这里哦。那这3只狗当时呢是被绑着的，可是因为长时间一直在那个地方，狗狗就自己挣脱了，所以呢它们就挣脱，一直到处徘徊。那这3只狗其中有2只是母狗，一只是公狗哦。那我来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发现它们2只是母狗，一只是公狗的状况哦。所以呢，我当时3月份来的时候，就跟流浪中心讲说，可不可以请他们来把这3只狗救援走，因为我担心他们会生小孩。可是他们拒绝了我，因为他们说，如果把他们送去流浪中心的话，他们生活也不会比较好，所以叫我就放养他们吧。那加上因为他们已经流浪很久的状态哦，我基本上很难就把他们救走，因为他们对人的防备性非常的高，所以呢，我当时也没有任何的办法。结果我到4月底的时候，就发现狗狗已经生小孩了。那这个地方是我看到它生小孩把小孩藏的地方，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去确认，因为狗狗对我的感觉应该没有信任度这么高，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去做任何的确认。可是我知道2只母狗在同一天生小孩的，因为我每天去喂狗，所以我都知道。然后之后呢，我就常常会煮一些肉啊什么帮他们坐月子哦，因为我希望就是可以把他们的狗救起来哦，毕竟在这个地方呢环境非常恶劣。当然有一天呢，我就发现妈妈呢竟然把一只狗留在外面哦，你们可以看到影片上面狗狗非常可爱，然后妈妈非常的饿哦，因为我其实当时也不知道她生了几只狗哦。那我的心理想法就是可以让他对我有更多的信任哦，所以我就每天还是照样的时间来喂它哦，然后跟它培养感情这样子。可是我们附近呢，不止这3只狗哦，一直有一只狗，黑色的狗狗哦，一直都是在我们家附近一直被绑着的哦。那它的主人呢，从头到尾都没有打算要救援它。那我也跟流浪中心说过，希望他们来救援，可是他们说它有主人，所以呢没有办法。可是因为主人根本就不住在这个地方哦，他就把他的狗放在这个地方，然后你们可以看到他吃的东西跟喝的东西很多都已经生锈了哦。然后那个附近呢，因为它的链子只有大概不到1公尺哦，旁边也没有任何人的居住，所以呢，它基本上有时主
主人来它就有东西吃，没有来它就没东西吃。所以呢，为了那3只流浪狗之外，我还会每天都会来喂这只狗哦。那因为它们3只都是，就是这3只狗加上这只黑狗呢，一直都是在外面流浪，所以我就每个月都会给它们心丝虫的药哦，就是希望它们不要得心丝虫。可是呢，我没有办法确认它们有没有得心丝虫，除非我带它去医院哦。可是我心里至少比较过意的去，我让它们吃一些心丝虫，至少不会有心丝虫的病。毕竟Cooper 就是得了这个病哦，那治疗的过程非常的辛苦。那这只就是爸爸，我应该说他是人气王吗？他也是我们这边2只母狗的生的小孩都是他的哦。那他是完全抓不到的状态。然后有一天我发现母狗妈妈不在的时候，我就偷偷来确认一下小狗的状态，因为我实在很好奇它到底生了几只狗哦。然后那天就来看了以后，发现一群，然后可是我无法计算。可是呢，你们如果仔细看的话，旁边还有另外一只狗狗，它已经死掉了，而可以明显看得到它的体型与旁边别只狗的体型完全不一样哦。那就是因为可能太早就已经走了哦。那因为天气非常恶劣，所以我决定要救援它们哦。然后我就带了一个笼子来把妈妈以及小狗都带走了。那这也是马里来我们家最大的原因。可是因为我们家养了2只狗，没有办法让它进来我们的家里，因为也许可能会吵起来的关系，所以呢，他们就是在旁边，院子旁边帮他弄了一个狗屋这样子。那马里来了之后，其实他的状态一直不是很好，因为第一个有拉肚子，然后包括身上有非常多的虫哦，有很多寄生虫等等哦，所以呢，我后来没有办法，必须带他去美容院，把他所有的那些毛全部都剃掉，因为要不然虫都掉在狗狗的身上哦，就是它的宝宝的身上。那这是马里在我们家的状况，然后中间呢，其实我每天都会带他出门哦，主要就是让他散散心，因为毕竟育儿压力很大哦。那因为育儿压力很大哦，那我常常就会带它出来散步哦，然后我可以知道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狗哦，因为可以看它散步，第一个它不会拉链子，而且它非常非常的有礼仪哦，然后也不会就是抢着在你旁边或者是非常不专心哦。可是因为它的狗狗必须就是一直在长大当中，所以呢，我们最后还是必须把它送去流浪中心哦。那流浪中心来接它的画面就是这个时候哦。然后它被接走之后呢，这当中我就是继续救援一些流浪猫哦。那因为这流浪猫也不是我刻意要救援，是因为它一直跑来我们家的后院，所以没办法，我就拿东西给它吃了。那这段时间，其实我一直有跟流浪中心联络，希望让他能够让我去看狗哦。可是他们一直都拒绝我，直到我拜托另外一间流浪中心哦，他们才决定让我去看狗。那我看狗的原因呢，并不是因为我就觉得小狗狗很可爱，主要是因为我希望能够多拍一些他们的状况哦，然后让大家知道狗狗是这样子，可以让他们有更多机会被领养哦。可是因为他们一直拒绝我，所以我没有任何的办法。那直到7月的时候，我去看了他们哦，那你可以看到他们现在长得非常好，然后因为跟妈妈在一起的小孩哦，在第一阶段的社会化当中哦，其实是最好的哦。那宠物店出来的孩子哦，很多都是因为繁殖场出来，他们跟妈妈在一起的时间非常的短哦，这也会导致狗狗呢，大概会比一般的狗狗出现问题行动的比例会高出213%哦。那所以呢，如果领养狗狗的话，真的要与妈妈在一起的时间超过2个月的孩子呢，会是最好的哦。所以像马里的孩子这种状态呢，是最好被领养的状态哦，因为他们跟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将近有3个月。那可以看到马里的小孩都长得非常好，那他们大概是中型犬的左右，大概是12到15公斤左右，如果成犬的状况哦。那小豹呢，当时非常喜欢一只狗狗，你可以看到它现在抱在手上哦。可是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领养任何一只狗狗了，尤其是我们家已经有2只成犬，然后有这么大只的狗哦，所以呢就不太可能再领养了。后来我在去宠物商品店的时候呢，在那边就看到2只流浪猫哦。那我买完东西的时候呢，其中有一只黑猫就跑来我的车上哦，所以呢，因为去了很多次之后，我就决定救援它哦。那就是现在看到荧幕中的它是 Tuxedo 的猫哦，台湾应该叫它西装猫嘛，然后有些人也叫它冰室猫哦。那它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人的猫哦，所以呢，当时我决定救援它，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有很高的几率可以就是被人家领养。那因为带回来之后呢，我知道大部分的成人猫哦很难被领养，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很多人都不希望付它的
结扎的费用。所以呢，我把它带回来之后呢，我让它在我们家习惯了1个礼拜之后，我就决定带它去做结扎哦，因为我也很担心，如果今天它没有结扎的话呢，成猫呢是个非常会跑离开家里的，因为外面有很多你知道，就是五花八门的世界，然后对他来讲就是吸引力太大，所以呢，我当时就觉得说，让他习惯我家之后，我就决定带他去做结扎这个动作，毕竟为了他以后的健康着想。那这是我带他去做结扎的画面哦。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带他去做结扎的时候，我已经找到他领养的人了。那因为找到领养的人之后，我更安心哦，就是他未来会在一个很快乐、很幸福的家庭做领养哦。那时候有很多粉丝都问我说，为什么我自己不领养乌尼哦？那因为我对猫有非常非常高的过敏哦，就是过敏程度0到6当中呢，我是属于在第5阶段哦，就是那种只要一点点猫的东西，或者是猫的毛，或者是它的唾液的话，我就会很严重的过敏哦。那他来我家这段时间，我其实一直都在吃过敏药哦。可是呢，因为我知道我可以帮他找到更好的领养者，所以我就把他带回来，忍着我过敏的体质哦。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帮他找到一个很好的家哦。那之后他就去了一个新的家。然后现在那个新的主人呢，也时常跟我的联络，然后让我看一下他现在目前的状况，所以我知道他现在过得非常非常的好哦。这是2021年我所救的17只动物哦，其中有1只照片我放不进来。那我其实最主要救援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说可以得到很多大家的称赞啊、表扬啊，那我主要救援他们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第1只狗离开的时候，我的那种罪责感以及我那种内疚感呢，我希望能够在我的能力范围中呢，可以为他们多做一些事情哦，然后来赎回我当时对我第1只狗狗的那种愧疚哦。那这些狗狗他们都值得第2次的机会哦。那我也希望能够在我的能力范围内，能够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哦。所以呢，如果你们能够给他一个新的家，或者是你们愿意想要领养他，那如果你在美国、加拿大或者是欧洲的任何国家，你也希望领养他们的话，请麻烦与我联络哦。那最后很老套告诉大家，请领养代替购买哦。然后希望请大家猜忌买过一遍哈塞哦。